中日王牌狙击手生死对决，顺柳用枪托砸烂鬼子脑袋，实现反杀，但鬼子到死都没明白自己为啥死得不冤。这一战，顺柳可谓是彻底杀疯了，愤怒值拉满，战力更是直接飙到顶点。可谁能想到，刚赢下巅峰对决的顺柳，转头就家破人亡。为了伏击华东日军司令石原，顺柳在姐姐家附近潜伏了3天2夜，不吃不喝。可不料却亲眼目睹鬼子糟蹋他姐姐，还残杀姐夫。而顺柳在强忍煎熬，完成狙杀掉石原的任务后，才敢释放怒火，展开疯狂报复。这份先任务后私仇的隐忍，藏着他对军人职责的坚守，也铺垫了后续心态崩塌的伏笔。此刻顺柳满脑子只剩下复仇，他本想去追击鬼子的车队，可却遭到了日军王牌狙击手山本的极力阻击，一场顶尖狙击手的生死较量随之引爆。可面对山本的步步紧逼，顺柳早没了顶尖狙击手该有的冷静。姐姐受辱，姐夫惨死的画面在他脑海里反复撕扯，每拖延1秒都是自我凌迟。于是，在用枪托砸烂山本的瞄准镜后，便开始近身肉搏，用最解气的方式宣泄极致痛苦。一想到亲人的绝望与不甘，耗尽体力的顺柳瞬间又迸发出了狠劲，而这正是他外冷内热的性格底色。平时沉默寡言，可亲人是绝对底线，底线被碰，所有理智都会被仇恨吞噬。但杀了一个山本根本平不了怒火，因为主凶鬼子坂田还在逃。于是顺柳抄起枪，继续追击鬼子车队，眼里只剩对坂田的滔天恨意。在那个家仇国恨交织的年代，亲人是暂时唯一的精神支柱，而如今顺柳的支柱已塌，剩下的只有向仇人讨回血债的决绝。他的疯狂全是鬼子硬生生逼出来的，即便几天没吃没喝，即便体力已完全透支，甚至车上鬼子还在疯狂反击扫射，可顺柳仍凭惊人的意志力，一边冲锋一边点名击毙敌人。可2条腿终究跑不过汽车啊！精疲力竭的顺柳也只能眼睁睁看着鬼子车队远去。而此时他的心态也骤然转变，从复仇的急切转为对姐姐的极度担忧，于是转身又奔向姐姐家。这份复仇优先到亲人优先的切换，也恰恰暴露了他性格里最柔软的底色。再强悍的神枪手，也终究只是想守护家人的普通人。然而当顺柳一进姐姐家院子，就看到已经牺牲了的姐夫保国，可悲伤还没来得及消化，却又猛然发现姐姐失踪了。这下他彻底慌了，像失了魂似的疯找，最后在上次探亲时与姐姐碰面的大树下找到了人，可眼前的姐姐早已不是从前温柔疼他的模样，她眼神呆滞，神情麻木，哪怕顺柳撕心裂肺喊姐姐，他也认不出眼前这个亲弟弟了。顺柳在部队上呢，顺柳是排长，打死70多个鬼子。此时顺柳的心该有多痛啊！他是部队里打死70多个鬼子的英雄，可这些荣耀在姐姐惨状面前连尘埃都不如。更让他内疚自责的是，自己当兵打鬼子保家卫国，却没能护住最亲的人。这样冰冷的现实就像刀子扎心，内心的撕裂感简直比杀了自己还难受。我兄弟一会儿来接我。你干了我，兄弟！看着姐姐被折磨成这样，顺柳恨得牙痒痒，转头就想继续复仇。可才刚迈出几步，身后就传来扑通一声闷响，是井水的声音。这声音瞬间把他定在了原地，那不敢回头却又不得不回头的细节，实在太扎心了。而跑过去一看，姐姐终究没扛住屈辱，投井自尽了。这一刻，顺柳的天彻底塌了。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从小疼他教导他的姐姐，就这么没了。顺柳也不是神啊，也只是想守护家人的普通人，可战争偏要夺走他最后一点念想。而从姐姐投井的瞬间起，那个单纯开朗、眼里有光的顺柳就死了，剩下的只有满眼杀气的坚定复仇者。他活着的唯一目标，就是让伤害姐姐的鬼子血债血偿。